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主编。思敏好，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聚焦在中东的情势。首先，我们今天的焦点话题有3个，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回答。火线话题第一个，加萨现在已经打了2年的这一场战争，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6.5万人丧命于战火之下。纳坦雅胡下面政府的财长却在这个时候手上拿着1万的地图，在谈他的房地产的发财梦，到底怎么一回事？相当的讽刺哦。等一下也会来关心第2点，联合国大会现在集体逼宫了，欧洲国家，而且是非常多个欧洲国家集体都倒戈，承认确实有巴勒斯坦国，他们承认它可以建国。不过这个时候会不会让美国跟以色列陷入在国际的孤立当中呢？这是第2点。第3点来看，现在中东国家也团结起来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之乱的局势之下，阿拉伯北约成型？那这当中由巴基斯坦引进的中国大陆的军火，趁这个时候挺进，有没有可能由北京来带头，中东国家组织成这个复仇者联盟来对抗美国跟以色列的势力呢？今天就这几点，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分析。我们先来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是以色列针对了加萨地区跟黎巴嫩南部在进行双重的战火打击。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它持续的进攻加萨地区，展开了不管是针对高楼或者是针对地面的攻势，同时在做进行。这一波攻势是一共造成了60名巴勒斯坦人又再次的丧命于战火之下，并且从8月初到现在，在这个加萨地区的高楼已经有超过1800栋的高楼都被摧毁了，包括难民所需要的上万个帐篷，也从8月以来计算到现在有上万帐篷也都被摧毁了。另一头，以色列双线开战的地区，还有黎巴嫩的南部。他本来的目标是要击杀真主党的成员，不过后来是造成了一共5个人死亡。这一场战火2年到现在，导致6.5万人身亡，多数为平民，而且更多是妇女跟孩童。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最新动作，刚刚提到了，看到这张照片哦，他是以色列的财长，他现在呢就是人在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耶路撒冷郊外举行记者会。在这边谈他的房地产宝藏梦，他说他现在呢正在跟川普政府展开磋商。在记者会上，他也展示了这个是他的1万计划地图，规划说接下来要在约旦河西岸这边建造一共是3400套的住房。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国际怎么做反应呢？我们也来看。首先，法国他说将会在本周会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面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有了法国的加入，再加上先前同意的这些，不管是英国、加拿大跟澳洲等国，全球现在有145个国家，占全球4分之3的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了。就在此刻，《华尔街日报》也正式做了一个分析。他说，现在西方对抗以色列的政策已经出现了这个叫做历史性的转折，也代表美国跟以色列未来会陷入国际的孤立当中。当然了，在此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不会软弱下来的，他也公开做了一个反击。他说，绝对不会有巴勒斯坦国，我们将会继续沿着约旦河西岸这一条路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扩展我们的土地，不得并吞。要并吞这个地区。那么国际也做了一个警告，英国的外相在这个时候警告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得并吞西岸区域。在这个时候，又有阿拉伯世界集体的团结起来了。他们说，现在恐怕要在酝酿的就是类似于阿拉伯版的北约国家，正在酝酿在阿拉伯国家当中。那么类似的军事联盟对抗就是以色列跟美国。巴基斯坦也在此刻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说，或许我们可以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军火供应商，把中国一起拉进来。尤其现在要特别关注的是，在93阅兵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展示，不管是它的核飞弹或者是高超音速武器，
都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高度关注。其中特别在这几天，这是来自于中东媒体做了一个最新民调，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正在明显的上升当中。所以大家也在看说有没有可能中国来带领这个中东国家一起组织所谓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呢？不知道大使怎么看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夺走刚刚说的65000条人命？不过以色列财长在此刻却在讲他的伊万地图，做他的发财梦。我们也要关心说，刚刚提到的纳坦雅胡硬吞了西岸，会如何改变这一场战局呢？联合国这一次如果表态承认巴勒斯坦，就能够逼得美国跟以色列就范吗？大使怎么看？基本上从以色列的角度上来看，大概就是说，应该算是革命情势一片大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就是靠美国打天下的。那他上一次内塔尼亚胡到白宫就说，川普总统啊是在白宫做总统的所有的美国总统里面对以色列最好的一个总统。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啊，那个以色列做什么，美国都照单全收。而且呢，继续售武器。最近美国还通过一个60多亿美元的一个军售给这个以色列的计划。所以我想，就以色列就内塔尼亚胡来，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时机。那要做什么呢？就是建立大以色列国，起码把这一些这个加萨走廊还有约旦河西岸的这些残余的虽然有数百万啊，这个巴勒斯坦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啊，要把它解决掉。这个你会觉得是不是有点疯狂啊？我跟你讲，事实上他就在这样做。所以你像以色列这个财政部长说啊，要盖3400座这个住房。你知道，也就是在这个英国、加拿大、澳洲啊几个国家宣布说，我们要在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那个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给予正式的外交承认后，内塔尼亚胡上电视。讲得很简单，他说虽然有国外甚至有国内的压力啊，要我们怎么讲呢？这个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他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绝对不会让恐怖主义的国家成立，而且他警告西方国家，他说如果你们要这样子一意孤行的话，我不但不会承认这个。不会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我还会在约旦河西岸把犹太人的诚恳需要成倍的增加。这就是他讲话以后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你们等着瞧，我现在呢，我要去美国访问。内塔尼亚胡他要去美国去一趟，跟川普见一下。他说我访问以后，我会采取具体的行动，让你们知道这个后果，让你们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做法的话，是逼着我非要采取绝对手段的这样的感觉。那回过头来就是说，他的底气为什么那么硬？就是川普支持他。那川普支持到什么？这一些英国啊、法国啊，还有这些他的盟友啊，这些欧洲盟事前就说我要承认巴勒斯坦，美国已经警告过他们了。美国说你不要这样干哦，你这样干我不同意哦，你是我的小弟，要听我大哥的。这些国家都不同意。本来可是问题，美国的恐吓还是有一点效果。有2个国家本来说要承认的，现在突然说我们再考虑一下。你知道是哪2个国家吗？一个国家叫德国，一个国家叫日本。就在这一波，这些美国的盟友成立巴勒斯坦的时候，美国出面劝阻以后，只劝阻下2个国家。那这2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做？不晓得。可能就是说他们国内的美军驻军还是比较强，怕美军这个发火了这个动起武来，大概是有点畏惧美国。不过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加萨走廊的问题现在不但带动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重新改写，结盟态势重新改写，也造成了全球的一个权力平衡也在快速变动当中。那这个是对美国是福是祸，对以色列是福是祸。我认为应该是灾难性的结果比较多。
因为世界已经不站在他们那边了。好，确实哦。不过在接下来就是这周会举行的这一场联合国大会，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总之他们都会投下反对票。那刚刚特别大使提到的德国跟日本现在还在思考当中，代表联合国还是拿美以两国没辙嘛？干哥有怎么看？那德国因为历史的因素，坦白讲一句，他很难去同意这种事情，也就是说承认巴勒斯坦国，因为他对于以色列的历史责任还在，所以在道德上面的话，德国很难这样做。日本不用讲了，因为日本它本来它一切要以美国的政策为依归，这个是走到哪里都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可是要注意到，就是法国也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国了，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加上你说大英国协这些大英国协国家老实讲，在全世界它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英国、加拿大、澳洲，那一定包括纽西兰。所以国协国加入了这个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对于加沙走廊应该立即停火的这种决议，我是认为说对美国有相当的影响。虽然美国在安理会还是动用它的否决权，14个国家，安理会14个国家都已经投了支持就是说要立即停火，结果就一个国家反对，他一反对大家都闭嘴，他就是美国。只要美国说不，我否决了。任何再多的话，所以驻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大使他就说：“你们有听到暗夜我们的儿童在哭喊的声音吗？”他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传神，因为这样讲就够了。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屠杀我们的青年跟儿童？有时候你觉得65000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可是你要知道，从开战到现在以来，已经快满2年，竟然已经死了65000人。很多人死在医院里面，不是医疗器材不够，是医院被飞弹炸中了，对，连躲到医院都不安全。我觉得以色列的屯垦区真的，他说展示10000计划，要盖3400栋大楼。内塔尼亚胡，我觉得你现在到底知不知道民心的向背？还有看到中国是说他的93阅兵有很多的武器。这样上来，因为这个阿拉伯青年开始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好感。那但是这边我必须要点出这一点，就是说，我今天必须要说实话，中国跟以色列的合作非常密切，那所以巴勒斯坦或者是这个穆斯林青年，你们要认为他可能中国跟这个会非常的支持加沙这件事情。恐怕要打一个问号，因为那个叫做国际现实。中国最早的空对空飞弹是由以色列人协助建立的，那他们的合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所以在国际议题上，中国不可能太表态。他虽然说他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但他跟以色列的来往也不会停止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那如果中国没有办法成为带头者，那所谓的中东自己的复仇者联盟有没有可能自己成型呢？上这个又怎么看？我想中东终究会自己成型，但是这里头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是中国。我想其实现在在我们看中东地区当中是这样子，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舞台剧，现在真的主角就是以色列跟他打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但我们知道，这个舞台剧里头真正背后有力量的监制、导演、编剧。那么这些角色你看都不是中国，中国比较像是制片，就跑来跑去，互相穿梭一样，但也有影响力，影响一下编剧，影响一下导演。现在我认为中国角色是这样，而且中国不会去当大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想长久以来，中国对于中东当中竞选的角色都是赋能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中东很多派系，阿拉伯太多派系，而且在听命美国的，然后美国现在在头分化，所以中东是很破碎的。所以中国其实过去是透过市场，包括军事赋能这一些阿拉伯国家，然后跟他们开始产生沟通，产生信任。我想这时间非常非常长，一直到这几年，它的赋能的方式是用科技赋能。中国科技起来了，所以它科技在市场、军事、基建各方面的输出，我觉得这方面看起来这几年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的信任更多，所以中国也慢慢的介入一些政治、外交上的这一些协调，我不要说统筹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中国不会当大头？因为中国在中东的总体战略一直很清楚、不模糊的。因为这里头到目前为止，导演监制都是美国，
美国要东要西，现在包括挺以色列，你也拿它没辙。所以在这过程里头，那中国要什么？第一，中国要能源。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部分要长久供应，这跟是美国主不主导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个，中国要打破美元主导的地位，所以去美元化或者是人民币交易，不是人民币独尊哦，而是大家可以用人民币交易。第三个，中国大陆其实要的是多边主义，去美国中心化这个大架构是要未来要一直走下去的。阿拉伯国家扮演非常重要，无论阿拉伯国家团结或不团结，这个去中心化需要阿拉伯国家。第四个，中东有钱，所以长久以来也是对中国市场的 buyer 买的，所以买什么呢？买到贵到基建，便宜到土特产都买。我举这个例子，在先前很多资金退出中国的前几年，在香港示威的时候，华尔街资金走了，谁补上来？穆斯林资金。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里头的占的地位跟他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好，那如果阿拉伯北约不会由中国大陆主导的话，那是否这个至少是武器上面，其实未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阿拉伯北约，会主要使用中制武器来带头这个复仇者联盟吗？那孝瑋哥又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连这个部分也不容易啊。当然说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他很希望能够扩大他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武器销售面，而且你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包含像这个阿布达比防务展或是那个杜拜航空展，中国大陆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啊。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里面，因为毕竟就是说主要的大的系统，就是说大的国防系统，包含像战机，然后这个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等等哦，会可以让大家彼此间可能因为拥有了这些武器而和平共存的，基本上还是由美国所提供的。而且美国所提供的武器之后，其实美国往往不是说只提供给你武器，美国提供武器，它背后其实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如说那个同盟的这样的压力。所以就是你都买了美国武器的这些国家们，基本上你说要能够互相打起来，大概也很难，因为其实美国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外交上的这样一个限制。譬如说今天最简单的如果是今天我们以亚太地区的这个例子来说啊，当初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广大星号渔船的这个事件美国基本上就强烈表达了台湾的这个 F-16战机跟美造的这个舰艇不应该这个用在对付美国自己的盟友身上。其实这一套的这样一个逻辑在中东一样也是相同的。所以你说今天中国大陆它的确它也非常希望它的武器能够在中东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它有一部分有些美国不卖的这些系统，它的确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譬如说像沙烏地阿拉伯当初就是为了要跟我们中国大陆买这个东风这个弹道飞弹，所以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了。那除此之外，而且还有就是说包含一些这个反正美国不卖的武器。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类似针对像哈马斯这一类这样的组织轻兵器跟资金的这样的支援，这个部分来说北京也在做，但美国反而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是完全不碰的。但是借由我们刚刚讲的，透过资金或是轻武器，然后来支持这些地方的这样的武力来说，整体来讲它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大同盟的这样的态势。所以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看到上次你看卡达被炸了，但你看卡达被炸到现在有什么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反制作为吗？也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大局还是美国说了算。好，谢谢孝瑋哥。那我们关心完中东局势，接下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财经，这个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华为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会来讨论的，就是因为华为这次真的又砸了重金10亿，推出了这个叫天宫计划，并且正式的宣告 AI 代理时代开打了。那 AI 代理跟过去的传统 AI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这个功能，或者是有什么代表性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代表说中国要全面替代美国技术了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晶片，现在预估呢会4连发。接下来节目我们会看到4款的晶片包括了这个超节点的算力都能够反压辉达吗？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这一次这个同样也是最新的消息，黄仁勋决定了1000亿来砸在 OpenAI 上面，美国 AI 最后能够甩开中国遥遥领先吗？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华为的最新动态，是在他们在全联接大会2025上面，他们宣布了 Harmony OS 5终端设备已经突破了1700万台，也就是在此刻，华为决定要推出它的天宫计划了。这一回投资金额是人民币10亿元，推动鸿蒙生态会从过去我们看到传统的 AI 走向 AI 代理。刚刚讲了嘛 ，AI 代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它可以自主的理解、规划，甚至执行任务、学习、调整，不会只是单纯的回应指令而已了。这个计划跟传统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功能升级跟背后的战略，尚志哥怎么看？
首先，我们听到很多，不管是华为啦，包括整个美国硅谷的、矽谷的所谓的最新科技的时候，其实我从资本圈的专业角度，首先都会看它的资本有没有钱，市场怎么样，然后经营团队有没有人才来评估。但是让这些年不只看这些哦，现在要看的部分是第一的，它的供应链，这个技术在整个供应链里头站在哪里，有没有优势？其次，最核心的或最终极的，就看有没有生态圈。像我们提到华为现在做它的整个天宫要做华为自己本身的所谓 AI agent 生态圈，我讲这很重要哈。我们过去讲鸿蒙系统，它简单来讲就是鸿蒙的生态圈，而且是 AI 的生态圈。过去听说鸿蒙生态圈是 APP 的生态圈，现在为什么叫 AI 生态圈？我想这里头首先大家 AI agent 可能不熟悉，我简单讲。AI agent 从2个角度，第一个从 user 的角度，使用者，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用 AI 的 APP 了，我现在就在专挑 AI agent 的 APP，因为我要做的任何东西，比如帮我找文章、收集资料、帮我画图，以前我要找3个 APP， 我现在只要找个助理，他直接帮我找 APP 就可以了。所以简单讲 ，AI 华为现在后面建立的 AI 生态圈也是一样，因为华为现在它的生态里头就有超过1300多个很强而有力、经常被使用的 APP，跟他们这些开发的功能。可是你说要使用者去寻找，无论从 PC 或者从手机上很困难。所以华为如果建立这个技术生态圈去统筹，帮使用者去整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是华为的一个统整的一个功能，直接告诉你什么功能可以用，就省去了很多麻烦。2方面，它也直接可以跟这些帮他开发的这些死忠的 APP。绑得更紧，包括分红、利润这些也可以很清晰哈。我想这大家应该有点理解。当然，华为这次具体的宣布，其实还是个很宏伟的。他宣布他未来这个生态圈要有1万个服务，就1万个很厉害的服务的功能，要有1000个意图框架。什么意思呢？就1000个直接你就看得懂的东西，你即使是小白也都可以用，以及包括刚刚讲，他说要提供算力，让15000个他自己华为的人去供应。长时间15000人是帮这个生态圈去服务这些 APP， 也服务我们这些使用者。话虽如此，但我自己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这个，因为这都可以先前推论。而现在华为除了它的叫升腾950，也宣布960、970的更厉害的晶片之外，大家也知道它投资新海来，包括做光刻机，这些都是真的。但我这次比较惊吓的是，华为竟然也投资做 HBM。HBM 其实它是高频宽记忆体，就是说你开发的晶片要放在这个 HBM 上，它才可以快速的沟通。因为单单只有晶片，它只是算，晶片跟之间需要沟通啊，所以这是 HBM。HBM 的技术过去是由韩国在主导以及超微，不是辉达的哦。所以在这个系统里头，华为过去 HBM 都仰赖韩国，最近美国也在追杀，所以我在这次才发现到，哇，华为竟然也投资要做 HBM。等于是全产业华为全部都在进行、在推动了，成不成功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是追赶者。但至少这样的雄心，而且华为没有上市哈，它所有做的这些推动都机密，不用对外宣布，所以还是值得关注的。对，所以华为这一次的2大策略，第一个就是建这个 AI 生态圈 AI agent， 第2个刚刚提到就是要推出的4款晶片。刚上志哥帮我们特别提到其中一款就是升腾950 PR， 现在预计是在明年的第1季就会正式的问世了。那刚刚提到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会使用华为自己研发的。不过现在眼前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包括它受到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还是不能去台积电来做投片。所以他们现在决定呢，这个原本的单颗算力，华为还是比不上辉达，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些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包括它要靠它的超节点的策略，也就是拼凑多颗的晶片组成一个新的效果，在未来可以保持最强的算力。他们预估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之下，主要能力就可以超越了辉达。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华为一直在找的一个解决。它现在就是说在制造芯片上没有办法这个运用所谓的这个极紫外光机做7奈米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芯片的一个限制。那虽然华为也在尽量努力在这个光刻机上自力更生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在没有办法找到像这个极紫外光机的取代品之强，它有很多途径。对，像比如说，它是中芯帮它这个试用这个深紫外光机，就生产出来了7奈米甚至5奈米的晶片我记得这个华为曾经提过，他们就靠着什么堆叠的技术，还有一个是重复曝光的技术这些
事实上都可以。那你堆叠的技术，你把几片晶片啊，用封测的方式啊，你不必一片晶片，而是几片晶片加在一起，把它的能效提升嘛。那除了这些所谓超节点的突破以外啊，其实华为在 AI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跟美国的它的竞争对手在竞争的时候，它除了用硬体上面来硬碰硬之外，比如说那个超节点就是硬体的硬碰硬嘛，是我晶片是。因为照所谓的我们这个天宫系统啊，事实上它有3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算力底座就是需要什么？就是需要晶片，是你就是需要升腾910C，甚至是更高，这个是硬碰硬的，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呢，所谓的天宫系统它要靠什么？模型平台，你要有算力底座，然后模型平台，比如模型平台，比如 DeepSeek 就是一个模型平台。那最近华为又推出一个新的，所谓就是说晶片跟这个什么有时候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在你的 AI 的晶片，比如说升腾，它是属于逻辑晶片，那你要在这个所谓的记忆晶片，也就是 HBM 超宽频的这个记忆晶片里面，中间在这个高速的往返。把这些记忆的这些资讯在这个逻辑晶片里面相辅相成，然后做出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个取用 HBM 的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过去像这个 NVIDIA 它的那个中间是有很多重复跟浪费的地方，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新的 manager， 那它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的 AI 晶片在取用 HBM 里面的资讯的时候，它可以怎么样？不需要那么大的储存量，它可以更精准的找到它所需要的资讯，就是说你储存的精细，这是它另外一个另辟一个途径。所以现在华为的 HBM 被美国也断了嘛，现在它不准这个海力士跟这个三星卖给华为这些 HBM， 那大陆就这个华为用这种方式，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式。那这些也是中国大陆在模型平台方面做的功夫，所以呢，这些科学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路，有好多条路。所以华为事实上除了硬碰硬的晶片制造设计外，那其他在这个模型平台上面它也在找出路。所以呢，最后大家就看你做出来的结果是如何。那华为这个天宫还有所谓的行业运用这一块，它要把 AI 的应用尽快推动到所有的千家万户里面去。所以就整个来讲，华为是齐头并进，各种新的方法它都在一起在做。那这个可能比像 NVIDIA 这个公司只做晶片，可是它在大模型上面它事实上它一定要人家用它的大算力而不能够用小算力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能 NVIDIA 没办法突破，可是华为做得到。好，谢谢大使。那我们刚刚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它现在的进程。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到，因为最新消息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辉达，因为它也最新宣布了，它接下来同样为了拼 AI， 所以它投资了1000亿美元帮这个 OpenAI 来打造它的下一代超级数据中心，用电量现在根据统计会高达10 gigawatts， 配备数百万颗 GPU 来支持它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开发。那这个就能够帮助美国 AI 甩开中国吗？干哥怎么看？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黄仁勋怎么这个大手笔要干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其实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能够保有我在 GPU 人是 AI 的核心，就是我 OpenAI 是我的主要客户，对我投资它的话，以后在 AI 的供应链上面，我一直可以保持领先的地位，而且1000亿也是长期投资啦，也不是说一次就拿出1000亿美金出来。可是1000亿美金真的是非常庞大，华尔街真的被他吓一跳。他说1000亿美金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 Nike 大家知道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它的市值就是1000亿零50亿美金，也可以换算成整个缅因州的市值啊。缅因州的 GDP 就是1000亿美金年 GDP， 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那黄仁勋是不是在冒大险？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他不是已经投资了50亿美金到英特尔吗？然后买了英特尔的4%的股权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他在这一关，川普已经
可以同意它了。其实黄仁勋心里还是心心念念在想大陆这个市场怎么办。这才是重点呐。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你现在它不是有一个 RTX Pro 6000D 的这个晶片，他说现在大陆不要，为什么？因为大陆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升我们华为，刚大使讲的技术，对，华为自己晶片的技术。那老实讲一句，如果说你认为华为现在晶片还做不到的话，它总有一天做得到。我讲句实在话，大陆的总有一天不会太远。明年就是总有一天了，所以其实大陆的进步有时候是华尔街他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这种事情。那现在阿里巴巴跟那个华为他们就暂停买辉达的晶片了，它加速在自制当中。所以你认为黄仁勋那1000亿的投资到底划不划算？有观察家认为说，你恐怕会成为 OpenAI 最后一个金主，因为 OpenAI 再这样无限制扩张下去的话。会很惨。好，孝伟哥又怎么看？其实当然说，像现在来讲哈，那黄仁勋他愿意投资1000亿美元，那这个规模非常大，因为不管怎么说以这种 AI 产业或者说是晶片产业来说，你要开发新晶片，然后开发速度更快、运算能力更强，然后甚至于效能更高的晶片，你就必须要花钱，然后去那个买机器，然后呢或者说从现有这个制程上再去精进，从这些现有制程精进、那个制程精进以及这个投资所获得的这样的成果，相对来说的确会让那个黄仁勋他在整个这个晶圆产业里面他特别是它的这个晶圆设定是在这种所谓 AI 那个晶片，也就是说能够让它的晶片做 AI 运算跟提供这个那个功能。那这个时候它本身的这个如何能够让它的晶片未来在耗电量或者说效能上更为提高，这些钱花下去就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你说好，在未来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说现在中国大陆、美国现在基本上来说对中国大陆完全抱持这样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坚壁清野式的这样一个这个晶片的这样一个主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对于美国来讲，如果说今天像那个黄仁勋能够持续这样投资下去，是不是有可能未来能够挡住华为？我个人认为那只是时间的这个差距而已。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产能更大，它未来的能够投入的这个资金更多的话，有一天超车也不会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好，谢谢孝伟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军事上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这是歼15T 跟歼35空警600已经在福建舰上面终于是完成首次的电磁弹射起飞跟它的阻拦着舰的一个训练了，被视为是福建舰具备初步的全甲板作战的能力了。现在来自于专家的最新说法，他认为说有了歼35还有歼15T 上舰成功，代表说大陆的航母编队已经获得了不管是在隐身的屠防或者是重击打击上面的双重能力的肯定了。福建舰除了刚刚说的这个隐身屠防跟重载的打击能力之外，还可能具备哪一些作战的潜力？孝伟哥又怎么看？好，其实未来中国大陆航空母舰它所要瞄准的目标，基本上它要能够成为一个蓝水海军的航空母舰。那特别是像它的航空母舰，舍弃了过去滑跳式而采取这种弹射式，也就代表就是它上面舰载机的这个效能会大幅增加。那当然，其实他们说什么离这个具备这个全甲板作业能力，我说实在话了，这个部分是要等到它的这个初始作战能力成型之后，才会去讨论到这个全甲板作业能力。因为其实以像福建舰来说，它采用电磁弹射系统，那电磁弹射系统，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对环境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弹射系统，所以就是说未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那个整个这个舰载机联队规模大概差不多是一个航空旅都能够进驻以后，那这个时候在完整的这样一个压力测试的这个条件下进行，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显示出福建舰它本身真正的这个能耐到哪边。那至于说未来它现在展示的这个歼15T、歼35跟空警600，那我相信其实对于它来说，如果你对比到现在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载机的话，那现在它其实还缺一个专业的电战机，电战机，所以未来它的这个歼16那个也一定会有这种电战型的这个出现，而且歼16电战型可能就会跟歼15作为一个融合，用一个双座的歼15弹射型，然后搭载这个电战设备在上面。然后另外像这个它也未来也还会需要那种类似像舰上运输机型，然后另外其实它也还需要这种所谓的反潜的
的这样一个作业能力。虽然说中国大陆现在也已经有了这个反潜直升机直20，但是未来它如果能够让这个航空母舰拥有一个完整的舰载机的这个组成的话，那它以目前来说，它现在完成了这3种战机在舰上的这样一个测试，它未来其实还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包含电战机，还有包含那个反潜的这个直升机，这2种飞机加上去，或者是还有舰载运输机的话，加重起来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打击群中这个战机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也未来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以它的这个航空母舰来讲。它有了这些飞机，好，这整批飞机这样加总上去，大概差不多，其实以目前中国大陆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效能的话，至少大概可以达到60架，甚至接近70架的水准的话，在那个时候，它这么多的飞机在上面频繁的操作，才会显现出福建舰它未来真正的持续作战能力，以及它的这个真正的全甲板作业能力，会在那个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各种的舰载机都是关键。那其实因为有不同，刚刚提到的几款舰载机已经陆续上舰了嘛，专家是称这个叫做代际升级，包括说不只是火力的提升，或者是不只是作战半径，其实都有要升。所以现在他们就定调了，说中国大陆的海军是不是已经从过去是近海防御，现在迈向了远海防御，甚至进一步推到了太平洋？这对于整体太平洋的这个战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大使又怎么看？不是远海防御啊，是远海攻击啊。航空母舰从来不被定义为这个防守性武器，它是攻击性武器，是极具杀伤力的攻击武器啊。它是把一个飞机场放到你家门口，你在1万公里外，它可以放到你家门口，上面的战斗机什么轰炸机那是战力极大的啊。是。所以中国大陆有航母以后，就是已经从一个防御性海军已经进入到攻击性海军了。是。而且它的投射打击能力是向外延伸了数千公里啊，所以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战力的转变。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就是说它这些什么这个大陆讲隐身实战啊，这个所谓的重载打击这个原因就是上个礼拜大陆的军方正式公布了福建号上面这个空警600跟这个歼35歼16的实际起降的这个影片出来了，我都看了。那个空警600是从这个到跑道上，然后那个整个飞起来，然后降落，全部都有。然后歼35也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叫隐身实战呢？要知道歼35是隐身袭战斗机第5代战机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打击能力，这个浮动式的飞机场，它上面能够载的这种攻击性武器又升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game changer， 是改变中国大陆，尤其大陆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第3岛链以内的这个太平洋区域的整个战略的一个态势。是。那它这个我也特别看了，它这个在起飞的时候它真的是电磁弹射，因为蒸汽弹射会冒烟的，电气弹射，那它就是说它的这个推力大，然后它能够随时推的这个重复使用大，所以它会变成怎么样？载弹量、载油量都会增加，所以它就变成重载打击，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刚刚看到都是海上的。那其实，在同一时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因为大陆现在举行的这个长春航展上面，这次，所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这台老战机，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重新改装之后亮相了。本来从它的歼6是彻底的做改装，之后现在变成无人僚机之后，就重新的放在展场上面亮相了。目前产能是5000架。小档案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在升级之后最大的载弹1吨，那时速是1.1马赫，能够低空突防，靠北斗导航来确实做精准打击。大家称它叫做幽灵战机。那如果未来它又搭配了歼20战力，又是怎么样？上次哥怎么看？在93阅兵之后呢，北京我们就大家都关注这个长春航展航展里头就有些上不了在93的，还是有些厉害的，果然出现。我认为这次这个歼6非常有意思它体现一个怎么讲呢？旧瓶装新酒，或者枯木逢春，你有任何部分形容都可以。但你不要小看，但在改装之后，它有全新的定位。我们知道，其实，在歼6，其实在2021年，其实就有很多人就拍到，而且它的感觉起来就像是无人机的方式在进行。但因为官方没有正式证实，这一次是正式了，因为旁边的牌子跟介绍就扎扎实实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在所有各式各样的以空军战机
管你过去、现在、未来部分，体系化作战非常重要。可体系化作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海空陆等等的大整合，包括航太呢，还有北斗卫星跟低轨卫星。所以任何一个武器或它的整个的，比如说刚刚讲歼六，它在这个体系化作战的哪里？必须要定位非常清楚，所以歼六如果我们过去对无人机想象都是小的呀，然后一般的大，可是歼六就过去虽然它是在1959年就正式服役哈，然后到1986年停产，可人家当时可是一个正式的作战的空军战机，所以它现在在整个的机能上，它把里面的东西一些包括飞行控制器取消掉，换上了这个最新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加加减减里面的设备。它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可是相对它的大规模的优势，现在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等同一个空军战机的无人机耶，现在这个是最大最厉害的，到目前为止。是我讲最厉害，而且体现的部分是中国大陆，我们要过去知道，它在整个技术堆叠。歼六这个老东西了，可是它把它逆中夯不啷当全部加上去，包括体系化，甚至未来 AI 都加进去，以及这些原先的供应链，它就做得很好，有5000架。所以呢，你只要这个东西，这个投资不浪费，我们得理解说，军工的投资很可怕，就像我们手机一样，你一旦重复了，你就觉得浪费，甚至被取代掉，你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工厂也不知道怎么办 ，Nokia 就是这样倒闭的嘛。所以你担心你现在这样子歼六的整体的工厂。还在啊，还有能力生产，但你赋予它新的功能，而且在体系化作战里头找到它的位置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个搭配品，是个全新定位的最新的武器了。好，那另外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最后压轴，传说中的这个南天门计划战机，今天来关心的是。带导播来 take 一下这一款叫做战机是白帝乙型，这一次同样的是在这次的航展上面亮相了。跟上一代相比，它有哪一些提升？不管是在它的气动外形，还有后机身全面优化。包括它的弹仓也加大，能够载更多的重型武器。重点是它飞得更高，而且是更快速的，是被定义为叫做近地空间作战。干哥又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天战力开始冲击美军霸权吗？还是还早？你怎么看？所以南天门计划并不是一个科幻的计划哈，它真的跃然纸上了，变成真正的东西啊。因为在今年初，我们看到在那个珠海的航展上面，有看到了白帝战机，说这是技术验证机或是概念验证机哈。现在已经马上有实体出来，所以当时我就在猜测什么时候有实体。就到现在不到8个月，真的有实体出来了。你要知道，南天门计划它最主要就是白帝战机。白帝战机是什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如果你有看那个卡通影片的话，你可以跟你这个你的小朋友问一下，什么叫做这个空战骑兵啊，或者是太空战士啊，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很像玩具，但是呢又非常科幻感、非常未来感的那种飞机。那叫什么？那叫做太空战机。好，白帝就是要做到，不但是太空战机，也是这个大气层之内的战机。也就是说，它的设计目标是我要飞出大气层外，我再飞回来。我可以在这2个不同的空域里面游刃有余。为什么？这样我连对方的卫星我都打得下来。白帝的胆子很大，你知道，野心很大，你知道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里面存在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太空梭，如果你今天在地球的大气层表面的边缘，你要飞出大气层的时候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你的隔热要怎么做？好，白帝它是要准备怎样？它准备飞上去打你们这些美国的卫星，然后它又跑回大气里面来，可以应付一般的战争。好，那我想请问一下，燃料怎么转换？隔热怎么转换？有那么容易吗？好，我现在讲的就是技术层面。我可以告诉各位，野心很庞大，但是现实是没有办法在这么快的情况之下做得到的。尤其是你要不断的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载具的话，其实这里面是做不到的。他现在要研究一种特别，不是你所一般认知的航空汽油 JP5、JP6， 不是这样子的航空汽油，它是要研究什么？高能量、高密度的新型燃料。对。所以说在这种新型燃料的这个前提之下，
那我问你，没有燃料，那你更不要讲说你的气动力外形有多么优秀。可是我们话还是要讲回来，白帝这架飞机可以让人家非常惊艳，就代表什么？总有一天他真的做得出来。最后我要接刚刚孝伟所讲的，歼15、歼35跟空警600这次的画面，真的在福建舰上面成功的电磁弹射画面，这件事情震撼了非常多的专家，因为那不再是 AI， 那是真正的画面。代表什么？代表大陆直接隔代一跳，从滑跳甲板直接跳到电磁弹射。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是划时代的进步。他如果能够真的做成功，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都是真实的。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军你真的很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它一旦全部动起来的时候，第4艘大陆国产航母再出来的话，大陆的航空母舰战力，那真的是我只能这样讲了。你可能美国总统半夜睡觉都要做噩梦。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我们最后的特别节目来揭开于朦胧的这个命案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相呢？我们要来关心，在9月11号这一天，这位是中国大陆的知名男星于朦胧，他离奇的坠楼。但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是，隔天警方就火速定调这个是饮酒意外，甚至当天就已经将他给匆匆的完成火化，所以大家就引起了这个舆论上面很激烈的讨论，认为说真的只是单纯的意外事件吗？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有许多的细节现在在网络上面、新闻报道上面一一浮现，包括从直播好像疑似看到了于朦胧在求救喊救命的一个现场画面，等一下我们会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画面。第二个是从监视器画面到死亡犯局名单层层加叠之下，好像就是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剧本。刚刚提到的他在直播里面暗号喊救命的画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最新。好久没有直播，有点尬。真好吃的。对啊，又卡了啊！救命啊！好，包括刚刚我们看到他除了好像疑似这个唇语喊救命之外，还包括了他这个求救讯号。直播时候比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540手势被解读，这个是国际通用的求救的一个信号，因为它不断的有这个手势。那比较让大家担心的是，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全网消音了。陈晓东喊话，希望这个检察公正，结果5分钟之后他的 po 文消失，包括他的恩师宋祖德也怒斥，结果1秒就已经被秒删文。最后是向太，他直接说了这个事情他讲不了。大使怎么看？这背后牵扯什么样子的一个力量？对，其实今天谈这个案之前，我前2天啊，就有人跟我提这个案子，很奇怪啊。我说，哎，今天怎么会谈这个案子啊？当时跟我提的，我去参加一个很基层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位女士来跟我讲，说你认不认识于朦胧？我说没听过。她说她斩钉截铁，她说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我听她讲话，毕竟她可能是大陆来的哈，在台湾可能是，嫁到台湾来的话，那她对大陆说，我说我不了解这个人啊，她说她不可能自杀，不可能自杀，这个就激起我对这个案子有点兴趣啊。当然这里面有蛮多疑点的，就变成就是说，他这个好像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自杀的动机，而且这个有一些疑点在里面。我刚看了很多细节啊，可是问题是说，他的妈妈事实上刚开始是非常的伤心啊，可是事过了以后啊，他也发了一个一个 po 文，写的蛮长的，他是要大家理性看待。那这些我认为就是怀疑他的死因的人啊，那就会变成怎么讲？会觉得这是有蹊跷的哈，让他妈妈出来写这一份。那会写这一份，也就是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大陆网民之间很多人都怀疑他的死因，这是一个现实，那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不过说实话，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个条件非常好啊，而且过去有被这个怎么潜规则过3年的一个影星哈，
当然他突然的过世，而且是用从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自杀的方式啊。那我觉得应该不是用消音的方式，而是应该再深入来调查，把这个事情弄得更清楚一点啊。要不然就我那天碰到的那位女士，我觉得她就好像是非常认定说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她所处的环境呢，我们只能想象，可是不晓得她真的情况。不过这个案子不晓得还会不会继续发展。那么怎么说这么年轻，这个条件这么好的一个年轻艺人突然消失在公众面前，我想大家都会有很大的疑问，都很希望多知道一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有很多的疑点，刚刚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他喊求救之外，还有据说有这个藏头诗。后来拼凑起来变成说今天我要死等等。那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丢下一句话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记住那绝对不是意外，所以大家才会这么的关心。另外大家也在看说是否这个背后涉及到金流的黑幕，是否当时他掌握了不正当的金流证据，恐怕会告发，所以他把它存在一个红色的 USB 里面。那是不是这个洞下杀手的这一方要把这个录音给毁损掉呢？像这个又怎么看？这个背后，首先要知道于朦胧他不是一线男明星啊，如果非要归类，他大概在3线左右，他就是所谓男2号、男3号这样的角色。他在经纪公司里头大概推他，但是也没有全力推。但现在这个案子有2个很确定的怪，第一个部分是死法很怪。因为他跌落那个窗户的地方不是可以轻易跌落的，是要爬出去才能摔下来的。如果真的是醉酒的话，怪，所以死因怪。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警方快速结案，网络快速删除，妈妈快速说没事，这个东西怪。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当中就会有所推论。要知道这个案子在开始第一时间还没有被重视的时候，有一些目击者，包括现场宾馆，他们就直指了包括2个人在内，一个叫辛奇，一个叫陈青松。那他们其实都影剧圈里头，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某位他基本是中南海的私生子哦。所以在发生事情之后呢，包括这些人的所有的资料都清了干净，连过去新闻都没有了。为什么要清掉？这个是什么？所以有很多的悬疑点。但我认为现在这整件事情，从我们外人来看，最特别的地方是灭不了。按照道理都已经清干净了，为什么日以继夜的灭不了呢？而且扩散到境外。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当然因为娱乐性的这个东西的族群，很多人觉得这个当中死因一定有问题，而且如果有特权孙子，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所谓这些红2代、官2代、红3代、官3代、富3代，很多都在娱乐圈，坐在里头做一些投资者，背后都厉害的关系，所以中国大陆很恨这些特权，还把人家人命弄死。我认为这个东西在推动这个事情，在中国境内消除不了。除此在境外当中反中共的，当然特地一直在搅和这个事情。我们在台湾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境外因素在推动，让这个案子灭不了。我现在是在看这样，抖音啊、微博公众号只要谈就被删掉，但现在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处理，就微信。有时候大家在当中个别的谈论这个部分问题，还没有被网络干预，所以还留有一些空间。所以如果查得更透，我个人认为那就刚刚怀疑的东西很可能是不是真的中南海的谁谁谁的私生子？但如果就到此为止，也没有继续在追杀娱乐包括粉丝这个部分的力挺，我认为就是可能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官方宽容的空间。那干哥要怎么看？好，这个案子是我本来就跑社会新闻。说句实在话，我一看到这个案子，我只有一个冲动，我要去现场。只有去现场，你才能够知道他从哪里摔下来的，他怎么摔的，他摔下来的姿势是什么，他的死因是什么，他主要的伤口在哪里，他被送医的过程几分钟，送到哪个医院。我把我刚才讲的重点都是我们记者要跑的东西，所以他的伤势我们一定要知道，警方的说法，也就是公安的说法。这件案子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网民们这么有兴趣去讨论，还造成了3位女士被公安直接带走？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公安认为他们写的都是农场文，因为都可以说，我已经说，这个于朦胧最后被人开肠剖肚，拿出了红色 USB， 这个 USB 是有关于可能是，官方的高官他们洗钱的不法证据。我说句实在话，那叫侦探小说看太多为什么？因为你要从那个故事跳到这个故事来，它中间没有连结性这是不能被接受的。
但是于朦胧被雪藏是不是真的？是，他被雪藏了6年。他从拍那个就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还有这个什么太子妃升职记啊等等之后，他就没有更新的作品了。那个上次刚才讲的没有错，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没有争到男一的位置，所以大家就了解到这个案子里面可能牵涉到影剧圈啊，不管哪里的影剧圈都是如此，韩国的、台湾的，甚至大陆的也是一样，都会有一些潜规则。但是我知道思敏，你晓得吗？他所受到的潜规则，不仅仅是女人要包养他，也有男人，所以我说的够明白了，这个案子没有那么单纯。我现在来讲一下，当时这个参加这个9月11号这个死亡聚餐，也就是这个聚餐啊结束以后，半夜凌晨，他从那个窗户上面跳下来，他是被跳下来还是自己跳下来的？那警方认为说他们已经调查完成了。当时当天他们的聚会啊有17个人，当然第一个就是导演陈青松，第二个是制片人方丽，啊，然后再来是演员高泰宇啊、宋依仁啊，这个都其实老实讲，他们都是很熟的朋友。还有编剧吉光光啊，还有歌手焦麦琪和他的经纪人和他的助理。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女星田海蓉啊。田海蓉其实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一个角色就对了。那但是这些人在那个整个饭局里面，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说句实在话，这些人的笔录才是我们真的要看的。你没有看过这些笔录，什么定论都不要下。难怪我们今天说看完这个案子，这么多人在传闻的时候，宋祖德、于朦胧的恩师，他说这叫做丧心病狂，5分钟之内他的微博就被删光了。再来，陈晓东他的好朋友说什么？17个人里面总有1个人要出来讲话吧？没有人要出来讲实话吗？5分钟之内也全部删光了。我觉得我现在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就比如像发生在台湾的话，于妈妈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帮你光宗耀祖赚大钱的儿子，突然没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不可能在48小时之内他情绪就平复的，他要经过多少的安抚？结果48小时之内他就说，我的儿子真的是出于饮酒不慎而意外死亡。如果今天换作是我们台湾的新爸新妈的话，保证开记者会，保证上街头，保证找记者，保证呼天抢地，这些都没有，这不符合于常态啊。那但是呢，你要讲到他们那些这个农场文里面说，于朦胧啊是根本因为他有了这个高官洗钱的关键死亡 USB， 然后呢不但把它丢下去之后，再送到医院里面把 USB 拿出来，再把它缝合，难怪你看到他第2次再从楼上被人家丢下去的时候，他的腹部有很多绷带。所以像这些传闻都是不应该的、不需要的、不必要的。公安必须要把整件事情连接起来，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相。那现在就以意外来这个结案之后，我的感觉是说，传闻会一直传闻下去，因为毕竟它是一条人命。大陆上有很多潜规则，台湾也有很多潜规则，世界各地都有潜规则。但是中国进步到这个年代了，应该要把这样的案子跟大家讲清楚，不然像2022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到现在没有结论，因为主事者已经被抓了，可是当事人被打的4个女子，到现在没有人一个人敢出来讲话，记者不能采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必须要好好改善。
让大家能够接触到真相的实际问题。好，谢谢干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军事战，我们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哦。美国的精虫是不是靠不住呢？尤其是17现在死而复生，还救不了美军，惨遭大陆空警700全面碾压吗？我们要来赶快关心的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家还记得吗？今年我们6月份才在讨论的，他当时质疑的是17的预警机不行，他说啊，这个天机能力才能代表未来最重要的战力。结果呢，本来要把17的计划给淘汰的，现在决定不淘汰就算了，还要把这个计划重启，并且要联合英国一起联手打造。宣称这是北约空战的一个新脊梁。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让美国态度突然间大转弯呢？我们来看到，因为美国的天基系统后来验证下来不成熟，反卫星武器一旦打下来之后，发现了整个 ISR 的网络会瞬间的瘫痪掉。第二点事情就是到现在为止，海军E2范围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完全不能取代E3的战区管理角色。专家就在看了，是不是美国的精穷天网到现在仍然是靠不住，所以在这个时候赶快把17计划又拿回来。大使怎么解读？当然啦，你要把这个EC你要取代的话，那你要有新一代的这个正一代的这个预警机出来啊。那这个不是1-2天啊，3-5天就出来的。而且说实话，这个 E7现在已经是它的主力的预警机系统。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用。事实上，澳洲有4台，英国有3台，这个韩国有4台，土耳其有4台。美国自己有大概有26台以上啊，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做空中预警的主力。那当然就是说 ，Hexas 它我想它对武器系统啊，我不晓得它为什么当时会突然来攻击这个 E7啊。那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武器军火工业界这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啊。这里面除了这个它的性能以外啊，可能有这些军火工业在里面啊，想要另起炉灶或者如何。那当然这个很复杂。不过现在这个 E7突然又复活，它其实是这样，它不会说就会停留在它目前的性能上。它事实上它现在的决定就是说，2026年起整个 E7的这个整个的进行的改装跟升级要移到英国的伯明翰。那么进行这个英国的厂来帮它进行这个整个升级改装。因为这种飞机虽然是它已经差不多2012年才正式入列的那就是正式服役、全面服役。那它不会停留在当时的那个性能上，它性能上不断是在提升的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军火工业回过头来，除了那个理想以外现实就变成这些军火工业公司，它在美国的这个怎么讲？政治体系的游说能力有多强？是。那这个武器会留下来，还是会被淘汰？不是完全是技术原因。我认为这些军火工业在后面的游说，跟这些政治力量的动用可能才是这一个武器最后命运的那么是留还是废，还是把它移到跟英国人合作？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主要的力量嘛。是好，背后涉及的利益非常的多。那不过17怎么说都还是会持续的，现在看起来是会做升级的。刚刚提到了吗？我们节目会把它就是拿这个美国的17跟大陆的空警700。等一下，请干哥来做一个比较。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基本的他们在战力上面的比较。首先来看到平台基础上面是波音对上空警700，它是运9的运输机。那不同的雷达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特别要关注到就是空警700，它具备的是反隐形的能力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再来看到的包括的部署状态，现在看起来17预计2027年才会开始做交付。那么空警700可能已经服役在北部的战区了，战略地位E3替代品，补强不足，但是空警700可以跟空警3000组双子星，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比较细节的解说。干哥怎么看？双方一比之下，谁能领先？这样子了其实我们必须要直说就是17纪伟英，他是美国因为
E3预警机已经服役了超过50年了比很多现在还在看电视的朋友们还要老，所以它是以波音707为这个架构改装的，那服役非常久了。可是大家要知道，E3预警机其实在整个冷战过程之中是被认可有效而且高效能的一个空中预警机其实老实讲一句，包括乌克兰要打仗的时候，都需要像 P8、像E3、像这样的飞机提供资讯，它才打得到俄罗斯的船。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这个属于空中管制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赫格塞斯他说，这个我觉得E7是不够好的啦，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我们还是要有天基系统。所谓天基系统就是卫星他认为说，卫星还是主宰一切嘛，飞机哪里能看得那么远呢？对不对？赫格塞斯你就是没有从基层开始做起，所以你根本不了解。你去问问E3的飞行员就知道了。你知道卫星一碰到云层怎么办？我现在讲的是还是普通的云层还遇到更厚的云层的时候，卫星啥都看不到，卫星会受到天候的影响。最保险的仍然是有人驾驶的空中预警机，就像E7这种，像空警700这种但是空警700，我还是要说句实话，它还是旧的载台。它还是运9的载台，运9是一架非常老的飞机，所以今天空警700它已经针对第5代跟第6代战机跟导弹有更多的光电跟红外感测器这些东西的整合，但是它的载台还是旧的，除非你用运20，可是运20它现在工作更繁忙，它现在已经跃升为空警3000了。所以空警700。它属于低阶跟空警3000要搭配的状况之下，不能再用这个载台。那你说美军的E7是什么载台？E7是波音737的载台，这是很运用的，已经非常习惯、很老练。可是人家的波音737都是新造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必须要说句实话，就是说，不管空警700它怎么样的进步，它的载台是老的。那美国的E7，它的载台跟它的技术都是新的。其实我告诉各位，自从巴基斯坦打那一次胜仗之后，大家就对中国的空中预警系统很感兴趣，也很有信心。但是，除非遇到下一次的战斗，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再做比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点可惜的。这是中美在这个载台上面新旧的一个不一样。那少志哥有怎么看？因为我们这边也刚刚提到了嘛，空警700它的优势，全球世界首款的反隐形反导弹功能，你有怎么看？我想其实这个过去是侦察机现在都叫预警机。它的定位，我要讲在观察中国大陆当中，要看任何的东西，包括它在这样讲体系化作战里面的位置。所以这里头来看，无论是现在已经在服役的空警500、600来去，现在700也已经在今年都看到了，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或者说中国大陆决定上很重要。所以在整个我们来看，因为它可以配合陆海空都可以进行，而且对它很重要，然后上连接包括航太的，刚刚讲这些北斗卫星等等。所以要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个体系，就像人的4肢5官一样。虽然预警机不见得真的是大脑，但它至少一定是小脑加脊椎，所以在协调所有手脚各方面陆海空，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是除了陆海空火箭军，还有现在它发展出网络航太的4个兵种，刚刚前面讲4个军种，这个部分要非常大的协调，尤其一旦真正的打仗，其实前面在进行演习也都需要，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预警器的过程里头，虽然这是美国先做的，可是他把定位在体系化作战定得更清楚，而且在整个研发过程里头，首先预警机在这个雷达真的它需要非常大的能源电力的管理。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能源电力非常厉害，你真的不知道预警机上面有多么厉害的锂电池，甚至有没有未来有发电的系统，长期的支援在空中。第二个，它在过程里头，因为量子传输，在传输到包括卫星跟其他的各个兵种当中里头，已经很确定中国大陆已经发展出量子传输了。所以已经军方在用了，这我们现在不知道系统是如何，已经确定了。第三个当然就是整个过去预警机来讲，都知道传统的观测雷达 SLAR 以及包括所谓的这种电子阵列的所谓的这个监测器之外 ，ASA 系统，中国大陆还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光电跟红外线的侦测，但是是什么？
外界其实并不知道的。所以这些其实都带动。然后我最新听到的最新评论说，有可能预警机不只是要别的飞机来保护，预警机身上可能会装雷射系统。是避免无人机的部分的攻击哈，所以这种可能性就使得预警机作为一个被动者，现在变得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当中，持续看预警机的发展，过去是美国的，是 copy 的没有错，但是它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体系了。好，那大陆走自己的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是说，空警700还会跟另外一个来结合。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提到的空警3000，组成这个叫做新一代的双子星，战力如何可以彻底让美军无所遁形吗？夏伟哥怎么看？其实空警3000跟空警700基本上是2种不同级别的这种预警机啦，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因为本身上面飞机的这个机载雷达所能够侦测的那个距离，然后呢距离大小，然后以及它飞机的这个雷达大小，以及它飞机所能够供应电力的这个大小，让它这个飞机本身其实它能够具备的这个预警能力是不一样的。那空警700，我看了一下它飞机上面所装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配备来说的话，它比较像是针对海军在那个固定翼的这个需求，然后做的一些跟空警500之后的这个强化改装。因为其实那个解放军的空军跟海军，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定翼机的部队，也都有各自的岸基的这个战机部队。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空警700基本上是为了海军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就是岸置这种就是岸基的固定翼的那个机队所开发出的预警机，所以它当然会有很多更多的这样的功能加在上面。譬如说，我们看到它的机身两侧装了这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等等，然后搭配它其实那个原本空警500上面就具备的这个圆盘的那个固定式的这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它可能是要针对包含可能是类似像其他方面的这个东西呢，要做更精细的这样的侦查之所需。那空警3000它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的一款主力的这个预警机，它的那个任务跟角色呢是要取代过去的空警2000。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的研发的这个预警机基本上一直是有2个路线，一个是大型的主要的这个战场那个载制性的，就是那个大规模战区控制性的这个预警机，空警2000到空警3000，然后它战区内这种包含这种战役作战等级的这个预警机，包含空警200、空警500、空警700。那空警500是空军的，空警700是海军的，双方那个彼此用途不同。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你借由空警3000或者空警2000这个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样空中预警之后呢，还是要有那个类似像那种空警500，甚至于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解放军海军有空警600跟700，因为600是海军舰载的，然后要随舰队远洋出征的，空警700是维护它这个岸基解放军海军的这个岸基航空兵，然后作为这个海上作战那个空中作战管制之用。两者其实可以说是互有这个互补，也就是说空警3000做大范围的这个区域这个预警之外呢，那空警700由海军负责，然后呢，另外搭配其实空警500，也就是500跟700基本上是同一级的产品，然后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战区之中，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南海作战的时候跟他们现有的这个舰载机做或者跟他们现有的这个陆基这些战机，空军那个战机跟海军的陆基战机，然后呢相互结合，然后去延伸它作业打击的这样一个范围以及管制能力。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严格来讲，把这个空警3000跟空警700把它做成一个双子星这样的。